从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已经先后换了6任首相，他们有的轰轰烈烈搞脱欧，结果弄巧成拙给玩脱了；有的反复磋商妥协，渴望破局却反复受夹板气；有的力推硬脱欧，试图重启英国的全球角色，却把财政赤字搞得漫山飘红；有的深陷内部斗争难以抽身，最终只干了45天就闪辞；有的始终活在大英帝国的幻想中，却不知自己已然成了大英帝国的掘墓人；还有的只是竭力维持残局，不再恶化。算下来，9年换了6个首相，人均任期不到2年。虽然他们每一位都在试图为英国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可谈判桌上的僵局、国内党派的分裂、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都让他们在权衡与妥协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压。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没能阻止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颓势，还成功让公投成了英国政治的一道硬菜。隔三差五就闹着搞公投，恐怕哪天把大不列颠给颠簸散架了都不足为奇。那么回首看脱欧这些年，英国到底得到了什么？脱欧前后的这6位首相又分别都做了什么？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英国第53任首相戴维·卡梅伦说起。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了历史性的全民公投，最终 52% 的投票者选择脱欧。这个投票结果不仅震惊了欧洲和世界，也打了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一个措手不及。公投是他一手主导的没错，但他却是个实打实的留欧派。当初发起公投，实属是政治私心下的一场作秀和豪赌，他压根就没想到自己能给玩脱了。要知道，当时英国精英层都认为公投脱欧的几率只有区区 1%， 结果没想到极右翼独立党和保守党内部脱欧派的一番里应外合，威力居然这么大。他们在伦敦标志性的红色巴士上打下了简单干脆却极具煽动性的口号：一旦脱欧，每周各省下献给欧盟的 3.5 亿英镑，省下来的钱可以用在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上。至于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误导性不重要，也没人关心。重要的是，英国民众的脱欧情绪被彻底点燃，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拿到脱欧派所承诺的好处，于是乎就投出了这么一个具有很大偶然性又带有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自己挖的坑，含泪也得填上。即使卡梅伦心里再怎么不愿脱欧，再怎么不愿面对后面的一堆烂事儿，也要执行下去了。要说起来，当初英国能加入欧盟，那也是自己死乞白咧给求来的。二战之后，英国经济衰退，全球影响力下降，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就盯上了欧洲市场。外加在冷战格局下，他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也实在是没有安全感，因此多次主动申请加入欧共体，最终在1973年正式成为其中一员。但是呢，大不列颠日以落帝国，毕竟祖上复国，人家打心眼里就不认为自己是所谓的欧洲人。政治高层有政治高层的打算，民众有民众的不乐意，才还没2年就大搞了公投。虽然后来勉强留下了，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定，就这么跟欧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可以这样说，英国在心态上从加入欧盟的那天起就在为脱欧做准备了，这也直接造成了英国保守党内部长达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分歧。自1973年加入欧共体以来，英国的保守党内部就存在着2大对立阵营，一派强调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开放市场，拥抱全球化，认为欧盟给英国经济带来了巨大便利；一派则坚守传统的民族主义，强调议会主权和英国的独立性，视欧盟如洪水猛兽。这一分裂在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时期尤为突出，撒切尔夫人本人曾推动了单一欧洲法案，就在晚年激烈批评欧洲一体化，最终被他昔日的政治盟友们逼宫下台。之后的梅杰政府同样被欧洲问题所困，导致保守党在1997年因内斗惨败于工党。到2010年，44岁的卡梅伦入主唐宁街10号时，保守党内部的欧洲问题已从亲欧与疑欧之争演变为软欧洲怀疑派与硬欧洲怀疑派的对立。以卡梅伦为代表的软欧洲怀疑派支持留在改革后的欧盟，硬欧洲怀疑派则要求彻底脱离欧盟。与此同时，以脱欧为核心诉求的英国独立党迅速崛起，不断蚕食保守党的票源。众所周知，在这种选举政治的国家，票仓就是命根子，眼看地位就要不保，为了挽回失去的选民，保守党和卡梅伦必须要有所表示。于是2013年，卡梅伦在竞选连任时为了拉票，霸气承诺，如果我能再次当选，就组织全民公投，让你们自己决定去留。事实证明，这个权宜之计确实有效，保守党获得了议会多数席位。但在卡梅伦心里，脱欧公投就是一场赢面很大的政治豪赌，他深信留欧阵营将轻松获胜。而且卡梅伦并不是盲目自信，多次民调结果和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经验都让他信心倍增。他坚信英国社会的理性会战胜情绪，经济利益将压倒主权焦虑。为了增加胜算，卡梅伦还特意向欧盟重申了英国政府一直以来的4大主张：改革欧盟的僵化体制，限制欧盟移民的福利，保护英国不受欧元区决策影响，确保英国不被卷入更紧密的联盟。而这些主张都直接与英国利益挂钩。在卡梅伦看来，如果欧盟能同意，那英国民众和独立党也就不再会闹了。
时间来到2016年2月，欧盟终于松了口，宣布公布挽留英国留欧的方案。英国如愿以偿地获得部分让步。卡梅伦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但脱欧派却认为这些让步根本就无关痛痒。而最终的公投结果也给了卡梅伦一个响亮的耳光。一方面，他忽视了英国社会的不满以及民众对全球化、移民和建制派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他也低估了民粹主义的动员能力，同时高估了自己对党内局势的操控力。卡梅伦的政治豪赌以失败告终，他的首相生涯不仅因此终结，英国经济也惨遭重创。公投当天，英镑贬值 10%， 黄金从1300美元每盎司上升到了1370美元。经济学人更是直接将英国2017年的增长预期从 1.8% 调至负 1%。本来增长就不多，现在因为脱欧还变成了负的，投资消费、企业信心面临3重下滑，英国的经济短期内恐怕是好不了了。如果不是有脱欧公投这个巨大的黑历史，其实卡梅伦这个首相当得还不错。在他的6年任期内，英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逐步复苏，财政赤字大幅削减，就业率显著提升。然而，这些成就几乎完全被脱欧公投所掩盖。严格来说，卡梅伦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他想让英国留在欧盟也不能说有错。经济、安全等层面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有时候理性的说教方式在反对者带的节奏面前不堪一击。脱欧派一句夺回控制权，精准击中了民众对主权和身份认同的焦虑。脱欧变成了对精英政治、全球化和移民政策的讨伐，变成了情绪的宣泄。从此以后，人们提起卡梅伦就只会说，就是这个男人终结了英国43年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卡梅伦错就错在他本身是温和的欧洲怀疑派，主张留在改革后的欧盟，却因一场党内危机被迫发起了脱欧公投，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卡梅伦的脱欧决策既有现实压力，也有历史惯性。前面咱们说过，英国对欧洲的复杂情感源自岛国特性、帝国虚荣心和长久的例外主义心态。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经济层面，全球化失衡、欧债危机、两极分化以及高福利社会陷入发达国家陷阱，都加剧了英国社会的不满，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提供了土壤。许多人将自身的困境归咎于欧盟，坚信脱欧是走出困局、重拾主权的良药。然而，现实远比想象复杂。脱欧后，英国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黄金时代，反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英镑经历剧烈波动，外贸壁垒重现，出口企业面临更多繁琐的手续和成本，大量国际公司将总部和业务转移到欧洲大陆，金融业和制造业受到明显冲击，劳动力短缺，供应链中断，甚至连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分离呼声都再度高涨。对普通人来说，脱欧带来的红利也并没有兑现，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与焦虑。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切都只能继续进行下去了。2016年6月24号，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发表辞职演说，英国人民投票选择离开欧盟，他们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但我已不再适合作为掌舵人，带领我们的国家驶向新的目的地。按照卡梅伦原本的计划，他起码可以再干3个月，等到10月保守党大会选出新首相平稳交接后再卸任。但不知道是梅姨过于优秀，还是脱欧首相这个山芋太烫手，反正就是梅姨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胜出，也加速了卡梅伦的离任。2016年7月13号，卡梅伦正式向英国女王递交辞呈。不久之后，他又宣布辞去议员职务，理由是不希望成为新政府的干扰。不过，卡梅伦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就此结束，后面还有个小插曲。2023年11月，时任英国首相苏纳克将卡梅伦重新召回政府，任命他为外交大臣。此时，距离英国正式脱欧已经接近2年，但英国显然还没有从这个烂摊子里走出来。苏纳克希望这位经验丰富、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政坛元老能拉他一把。结局咱们都知道，苏格老就是来背锅的，2年不到就收拾包袱回去干他的老本行了。卡梅伦只好再次致仕回家，颐养天年。视频的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如果把脱欧比喻成潘多拉的魔盒，那么卡梅伦就是那个打开盒子的男人。他原本希望通过公投解决党内和社会的分歧，结果却让整个英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不确定之中。而在魔盒打开之后，迎接未知与挑战的是特蕾莎梅。作为卡梅伦的继任者，这位坚韧的女首相不得不面对一地鸡毛，带领英国踏上曲折艰难的脱欧谈判之路。她既要安抚国内分裂的民意，又要与欧盟艰苦博弈。而特蕾莎梅的故事也是英国脱欧进程中最为复杂、最具争议也最令人唏嘘的一章。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特蕾莎梅的脱欧岁月。脱欧公投以后，卡梅伦一看形势不妙，直接拍拍屁股就撂摊子走人了，空留下临危受命、独自在风中凌乱的特蕾莎梅。这位干了6年内政大臣，做事雷厉风行，素有小撒切尔之称，时年59岁且膝下无子的女性政治家，就这么在党内权力真空和各派分裂的夹缝中，被风风火火地推上了首相宝座。
此时的英国即将启动退欧程序，可以预见与欧盟的谈判必定旷日持久、繁琐复杂，且动辄得咎。这个时候成为首相极有可能成为牺牲品和过渡人物。更何况英国手里的底牌实在不多，因此特蕾莎的上任带有强烈的危机管理色彩，也被外界称为危机首相。他的历史使命是带领英国平稳脱欧，既要回应脱欧派收回控制权的诉求，把英国从欧洲繁复的制度体系中撕扯出来，又必须尽可能的保全英国经济，维护社会稳定，补平因脱欧产生的裂痕，并且没有退路，没有曲线，没有中间选项，没有选择余地，可这太难了。脱欧谈判一谈就是3年，被公认为现代英国历史上最复杂、最动荡的政治进程之一。大不列颠日耳洛帝国也因此里里外外吵翻了天。梅姨前前后后向议会递交了3次脱欧协议，结果每一次都被否了，甚至还创下了英国现代历史上政府议案被否决的最大票差，432票对202票。那么向来行事强硬能干的梅姨将如何应对这场英国近40年里最大的惊天变局？她的脱欧大业又将面临怎样的致命打击？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脱欧谈判这么难？简单来说，有4个主要原因：民心不齐，社会撕裂，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戈尔迪之节，欧盟频频施压，没打算客气，梅姨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是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公投，本来想着让民意来个定调，结果一半人同意，一半人不同意，直接割裂成了势均力敌的2大阵营。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的人，不管是在社会、家庭还是媒体上，都吵成一团。这种撕裂不只是意见不合，背后还涉及到身份认同、经济利益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和期待。比如年纪大的、乡下的传统产业工人更多支持脱欧，年轻的城市里的大学生、专业人士则更倾向留欧。地域上，南方和北方、苏格兰和英格兰、伦敦和其他地方的分歧也很大，因此不管梅姨提出什么方案，总有接近半个国家的人在抱怨，想让脱欧派满意，留欧派就会气得一肚子火。想安抚留欧派，脱欧派这边又会觉得被背叛了。更雪上加霜的是，梅政府在2017年提前大选后丢了下议院的多数席位，还让工党趁机做大，最后勉强依靠北爱尔兰地区的一个10人小党北爱统一党勉强阻隔执政。而保守党内部的强硬脱欧派、温和亲欧派，还有工党和其他反对党，在脱欧方案上都各有红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反对者联盟，无法就任何替代方案达成共识，这直接导致议会陷入空前瘫痪。众所周知，英国下议院本来就以吵架见长，恨不得发言的人刚张嘴，底下马上就嘘声一片，被我国网友戏称为英国德云社分社。脱欧这几年更是炒出了新高度。据看口型分析，前工党领袖科尔宾还曾经小声蛐蛐梅姨蠢女人。由此可见，各派别意见不统一到什么程度。除了立场上的不同，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边界问题更是难搞，用外国人的话叫戈尔迪之节，用咱们中国人的话就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代赢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中这个北爱尔兰一直以来都比较麻烦，他所在的爱尔兰岛不光他自己，还有一个爱尔兰共和国。1921年英爱条约签署后，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成为独立的爱尔兰自由邦，也就是后来的爱尔兰共和国。但以新教徒为主的北部6郡选择留在英国，可事情并没有画上句号。北爱尔兰内部还是有少部分倾向爱尔兰统一的天主教徒，于是乎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游行、骚乱、恐怖袭击、军警镇压、政治刺杀等轮番上演，造成约3500人死亡。1998年，双方达成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与爱尔兰之间不设硬边界，保证人员和货物自由流通，实现权力分享。就这样，大规模暴力结束了，但隔阂并没有完全消除，但凡有个火星子就能重燃战火。而英国脱欧就很有可能是这个导火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爱与爱尔兰之间的边界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更关乎民族、宗教和政治认同。对于支持全爱尔兰统一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来说，开放的边界象征着2个爱尔兰的联系与和平；而对于支持留英的新教联合主义者来说，明确的边界则强调北爱的英国身份。现在英国要脱欧，北爱留在英国，爱尔兰仍在欧盟。理论上，英欧之间要设置边境检查，而爱尔兰就是英国和欧盟之间唯一的陆地边界。但如果在爱尔兰岛上设立检查站这种硬边界，就会打破过去20多年的和解氛围，激化民族矛盾，让部分人觉得和平承诺被背弃，甚至可能引发极端分子的暴力活动。有人说了，英欧之间的边境不能设在爱尔兰陆地上，还不能设在海上吗？那就更不能了。
设在海上就相当于把整个爱尔兰岛都给分出去了，全英国人都不愿意，于是事情就陷入了僵局。英国要想脱欧就得查边境，但查了边境就破坏了北爱的和平。欧盟方面也咬死不松口，认为一旦允许英国在脱欧后仍能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保持完全自由流通，不仅会影响欧盟统一的市场规则，还可能让其他国家效仿，动摇欧盟根基。换成大白话就是，你戴英既然这么嫌弃我们欧盟，那就走得硬气点，别什么好处都想要，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梅政府提出了一个叫爱尔兰边界保障机制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以后一直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为了不破坏爱尔兰岛的和平，英国干脆就继续留在欧盟的关税同盟里，这样就不用设立检查站，皆大欢喜。毫无意外，这个软脱欧方案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主张硬脱欧的人觉得，这等于让英国长期被欧盟套牢，既不能和别的国家自由谈贸易，也无法彻底掌控自己的法律和边界，根本不算真正的脱欧。结果就是梅姨的脱欧协议在议会被连续否决了3次，脱欧进程一推再推。说完了民心不齐、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戈尔迪之节、欧盟坚持原则这3个原因，我们再来说说梅姨的个人能力问题。其实梅姨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没实力，只是在脱欧这个大难题上还不太够。特蕾莎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言以蔽之，从小就胸怀大志，12岁时立志从政，大学时立志要当首相。从牛津大学地理专业毕业后，他先去银行工作了几年，30岁出头时就当选了伦敦市莫顿区议会议员，从此步入政坛，仅10年就一路升到了议会下院议员。他不是那种明星型的政客，曝光度不高，但任劳任怨，踏实肯干。在卡梅伦首相任期内，他连当了6年内政大臣，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能干的内政大臣之一。要知道，内政大臣在英国绝对是苦差事，干的都是脏活累活。此前历任大臣平均任职时间只有1年，但梅姨却能屹立不倒，足见他是有能力的。脱欧公投以后，卡梅伦拍拍屁股辞职走人了，原来呼声很高、能干大事的那些人，比如鲍里斯·约翰逊、迈克尔·戈夫之流，瞬间就都怂了。脱欧是个烫手山芋，谁都怕搞砸了背锅。梅姨这种老黄牛型的政客，反而成了大家的定心丸。但是梅姨虽然被称作铁娘子第2，但她毕竟刚上台，既没有撒切尔夫人的统治力，也没有游刃有余的政治手腕，过早的开启英国脱欧进程，提前大选，以及在国内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绕过议会与欧盟先行达成协议等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行为，不仅加剧了英国政坛的动荡与分裂，也使得自己在脱欧进程中陷入被动局面。另外，梅姨还有一些保守和固执，认准的方案就死磕到底，比如爱尔兰边界保障机制这事儿，就是不让步，最后成了议会里的靶子，谁都能骂2句。其实对政客来说，坚持己见有时候不是坏事儿，但他上任时面对的是意见极其分裂的党派，这时候就得靠沟通，特别是在脱欧谈判的关键时刻，如果他更会搞政治操作，很可能能拉到更多盟友。可他明显不擅长，队伍一直带不拢，最终结果就是那个大臣轮番辞职，党内党外都不服气。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梅姨在任职的3年时间里，始终没有找出一条清晰、完整、可操作的脱欧路线，这可能与他的立场有关。和卡梅伦一样，梅姨其实原本也是留欧派，因此她的政策导向也好，行为处事也罢，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保守党和工党是英国的2个大党派，650个议会席位里，保守党有314席，工党245席。按道理来说，保守党本来就占了差不多1半的席位，如果党内团结点，再拉上1-2个小党一起，想通过脱欧提案其实不难。但梅姨为了平衡各方，选择了一条软脱欧的中间路线。他既想尊重2016年公投的结果，英国必须离开欧盟，又担心经济受到太大冲击，于是争取了2年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里跟欧盟保持原来的经贸关系。说白了，软脱欧就是想2头都讨好，既让脱欧派满意，又不让留欧派太失望。但现实很残酷，这种想鱼和熊掌都要的方案，反而2头不讨好，最后啥也没捞着。在他的脱欧协议第1次遭遇历史性失败后，梅姨的首相生涯其实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虽然他接连扛住了党内外的不信任投票，但他的权威已经没有了。为了打破僵局，他最后也做出了一些妥协，比如在关税同盟和2次公投的问题上让步，但这些举动不仅没能争取到反对派的支持，反而把党内最后那批支持他的脱欧派盟友也推远了，还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内阁辞职。2019年5月24号，梅姨在唐宁街10号门前含泪宣布辞职，承认自己没能带英国完成脱欧，这对他个人来说是个很深的遗憾。
梅姨的首相任期其实也让人看清了他在政治中的局限，他顶住了一次次议会的失败、内阁成员的辞职，还有领导权的挑战，确实很有韧性。但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反而让僵局拖得更久。他死守自己的脱欧协议，反而为宁可无协议也要脱欧的鲍里斯·约翰逊扫清了障碍。这种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怕的强硬气场，给很多支持脱欧的英国人带来了希望。下一期我们将聚焦鲍里斯·约翰逊这位以完成脱欧为使命的首相，他的上台究竟是破釜沉舟还是火上浇油？既然在任期内完成了脱欧的壮举，又为何依然没能逃脱提前辞职的魔咒？9年6任首相，一向擅长玩政治的大不列颠怎么就走向日落西山了？这还得从脱欧说起。自2016年搞全民脱欧以来，英国国会里就吵得唾沫横飞。先是玩脱了的卡梅伦哼着小曲儿拍逼鼓撂摊子走人，又是铁娘子特蕾莎梅辛辛苦苦搞了2年脱欧协议，结果全被议会给否了。盟友也接二连三的离开，最后被逼含泪下台。至此，脱欧已演变成各派议员针锋相对，相互拆台，大打口水战的党派之争，个人恩怨之争，权谋之争，进而撕裂了不同阶层、地区、年龄、政党之间的信任与共识。就在这一片混乱中，鲍里斯·约翰逊高呼着不脱欧变成人的战斗口号隆重登场了。但最终的结果我们都很清楚，鲍里斯·约翰逊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没能完成首相任期，被迫提前辞职。而就在辞职的前一天，他还放话说宁愿被拖出唐宁街也绝不辞职。那么兑现了英国脱欧诺言的约翰逊为何也难逃短命首相命运？他又都为脱欧这事儿做了啥？随风飞舞的金色乱发，口无遮拦的夸张言行，都让鲍里斯·约翰逊明显有别于以往的英国政客。很多人都喜欢把他和同时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相提并论。也许两人在外表上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约翰逊的政治轨迹绝非哗众取宠。他的成长、奋斗、转变和崛起，其实很能反映出英国精英体制的变化，也让人看到了脱欧时代英国社会心态的转变。或者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鲍里斯·约翰逊就是为了带领英国脱欧而存在的。1964年，约翰逊出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富饶家庭，老爹也是混政坛的，曾是英国保守党老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早期是反对脱欧的那一派，母亲则是一位艺术家。特殊的家族背景让约翰逊自小就在多元文化和精英阶层中成长，也让他很早就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欧盟的弊病，默默在心里埋下了脱欧的种子。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毕业后，约翰逊短暂从事过咨询业，之后又很快转入了媒体行业。从1987年至2005年，他先后在《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旁观者》等英国主流媒体任职，并曾被派驻到布鲁塞尔担任欧共体驻站记者。彼时的欧盟正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但欧盟体制的官僚主义、规章冗繁、治理失效等问题也成为了英国内部疑欧派攻击的靶子。约翰逊就是那支最锋利的笔，他用刁钻夸张和讽刺的笔调，频繁披露欧盟对英国横加管制的新闻，深受英国疑欧读者欢迎，但也被同行批评为煽动情绪、歪曲事实。不过，撒切尔夫人却非常赏识约翰逊，曾称他是自己最中意的驻欧记者。积累了一定的名声和人脉后，约翰逊开始为步入政坛做准备。不过，与一路顺风顺水的记者生涯不同，他的从政之路并没有赢得开门红。1993年，约翰逊想代表保守党参加199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选区，没能参选。后来，他被安排去威尔士南克卢伊德这个工党优势明显的选区当保守党候选人，结果可想而知。1997年大选时，他拿到了9091票，得票率只有 23%， 输给了工党。直到2001年，约翰逊才在地方选举中当选为牛津郡亨利地区保守党议员，正式进入英国下议院。此后历任保守党副主席、影子内阁艺术副大臣、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等职。真正让约翰逊在政坛声名鹊起的是他在2008年当选伦敦市长，并在2012年成功连任。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约翰逊为助威奥运会乘坐索道从天而降，结果遇上机械故障，被悬在半空，但他临危不乱，继续高举手中的国旗为英国队加油，一直持续到救援人员到来。这有点滑稽又有点感人的一幕，在所有英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6年，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约翰逊以伦敦市长和政论家的双重身份公开支持脱欧，并迅速成为脱欧派旗手。
他以激情演讲、直白口号和情感动员，将复杂的欧盟谈判问题简化为自由选择和民族独立的二元对立，极大激发了民众对收回主权的热情。脱欧公投胜利后，约翰逊的政治威望达到新高，虽然未能直接成为首相，但得以在特蕾莎梅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继续在脱欧问题上影响国家决策。2018年，他因不满梅政府软脱欧方案而辞职，并公开批评梅姨对欧盟的妥协和让步，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硬脱欧代言人的地位。2019年6月，特蕾莎梅因脱欧协议3次被否决而辞职，英国政坛陷入空前危机。约翰逊的机会来了，他凭借党内的高人气、社会的广泛认知以及明确的硬脱欧主张，在保守党党魁选举中以绝对多数胜出，继而出任英国首相。此时的英国已经历3年脱欧拉锯，社会普遍对当前的僵局充满厌倦之情。约翰逊敏锐地洞悉到了英国上下的心态，他大胆承诺，不管有没有协议，10月31号都必须脱欧。这种姿态一方面极大增强了谈判的筹码，迫使欧盟不得不重新考虑英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国内形成强烈压力，让反对派和党内温和派面临硬脱欧与妥协协议两难抉择。约翰逊为此不惜与党内主流派公开对抗，他大刀阔斧地重组内阁，将脱欧强硬派全面纳入核心权力层，并任命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担任关键职务。对于那些支持留欧或反对无协议脱欧的保守党议员，则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清洗出去，甚至剥夺党鞭。而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铁腕手段，让保守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战斗力。同时，约翰逊还持续利用媒体和社交网络制造焦虑，再次将复杂的脱欧问题简化为要么脱欧要么内乱的二元对立，最大程度上激发了英国民众对结束僵局的渴望。2019年秋，约翰逊政府与议会的对抗达到顶点，议会多次通过法案阻止无协议脱欧，约翰逊则试图通过终止议会的方式绕过立法障碍。这个时候，约翰逊意识到仅靠政府行政权是无法突破议会僵局的，他如果再不采取有效行动，怕是会落得和梅姨一样的下场。于是他果断推动提前大选，将搞定脱欧作为选战的唯一核心议题。这个策略其实是极为冒险的，如果失败，不仅会丢掉首相之位，保守党也可能陷入分裂，甚至被工党取而代之。但约翰逊压对了民意，保守党不仅保住了自己的选区，还争取到了大量传统工党选民，最终在大选中赢得了自撒切尔夫人时代以来最大的多数席位。至此，约翰逊获得了推动脱欧协议通过的绝对政治基础。此时的议会再也无法阻挡他，终于可以开始真正脱欧了。在本系列的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说过，与欧盟的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北爱尔兰边界。前首相梅姨的方案被议会否决，原因在于他试图让英国长期留在关税同盟，无法实现真正脱欧。而约翰逊是硬脱欧派，他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策略，提出北爱尔兰可以在特定领域继续适用欧盟规则，英国本土则彻底脱离欧盟关税同盟。这实际上是在大不列颠和北爱之间设立了海上边界，打破了以往英国的统一性原则。毫无疑问，这个方案在北爱尔兰亲英派和保守党内部都引发了巨大争议，但约翰逊以脱欧优先为由坚持推进。欧盟在面临英国无协议脱欧威胁下，最终也只能接受了这个提案。双方于2019年10月达成新脱欧协议。实事求是地讲，这份协议虽然有遗憾和争议，但比起无协议脱欧已经好了许多，而且也为英国带来了脱欧所需的法律和程序基础。之后的进程可谓出奇的顺利。2020年1月9号，下议院以330票支持与23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3度通过脱欧协议法令草案。1月23号，英国女王签署法案，英国正式完成所有法律程序。紧接着1月31号23时，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开启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达成如此成就的约翰逊无疑将载入英国史册的，但这事儿真的就此结束了吗？鲍里斯·约翰逊以带领英国成功脱欧之名登顶英国政坛巅峰，成为历史上最具分量的脱欧首相。但仅仅2年多后，他就在丑闻危机、党内倒戈和社会信任崩塌中被迫辞职。为何一位完成了脱欧大业的首相仍无法摆脱提前下台的魔咒？直接导火索是一系列被媒体和政敌曝光的丑闻。
一是装修门，约翰逊的前心腹多米尼克·卡明斯爆料，约翰逊曾试图用政治捐款来装修他在唐宁街11号的公寓；二是官商勾结门，无非就是跟大公司利益交换那点事儿。当然了，还有他多年以来风流的作风，以及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私生子女问题。一直以来，约翰逊都以幽默和能言善辩著称，但面对丑闻，他却采用了最错误的公关方式，多次回避否认、推诿责任，甚至公开撒谎，被英国媒体和民众调侃为骗子首相。但约翰逊塌房的背后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瑕疵问题，完成脱欧只是阶段性胜利，接踵而至的治国难题才是核心所在。约翰逊将搞定脱欧当作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仿佛只要脱欧完成，国家便能重回正轨，经济民生难题也能迎刃而解。但英国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矛盾岂是一个脱欧就能解决的？没有了脱欧这个挡箭牌，英国民众重新关注起了住房、就业、医疗、教育、治安等真实生活，但约翰逊政府却始终缺乏有力的政策应对。于是很多人开始质疑，当初那些宏伟的口号和承诺到底带来了什么实际改变？社会撕裂依旧，经济转型压力巨大，北爱尔兰等地的矛盾也在持续发酵。脱欧后，英国面对的不再是去留这样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连串复杂、现实又急迫的考验。曾经把民意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约翰逊，切实体会到了什么叫爱恨只在一瞬间。不到2年时间，他就把自己的口碑给彻底玩崩了。当然，约翰逊的下台不完全是民意的导向，英国政治体制也出了不少力。脱欧期间，约翰逊以强人手腕打破传统政治程序，展现出效率优先的一面。但体制惯性和法治原则并未消失，在提前大选、暂停议会、无协议脱欧威胁等一系列动作中，约翰逊多次触碰体制红线。看他不顺眼的人太多了，只是碍于当时的形势，暂时不出手而已。脱欧之后，没有了民意保护伞，约翰逊自己又持声不正，那就别怪人家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了。最终，约翰逊遭遇了高院裁决、党内反弹和社会舆论3重压力，于2022年7月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辞去英国首相一职。视频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位脱欧首相的执政生涯。他用强硬的方式、极致的动员口号和冒险的政治赌博，完成了前任首相未尽的脱欧大业。然而，脱欧并非问题的终点，而是新一轮挑战的起点。脱欧之后，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地位、国家认同等方方面面都在经历深刻转型和动荡。约翰逊能搞定脱欧，却搞不定疫情、经济和治理危机。他善于动员造势，却难以持久治理和修补社会裂痕。他完成了阶段性历史任务，却没能真正成为英国后脱欧时代的领航者。他的提前辞职是个人性格、道德争议与英国政治体制在历史转折点上自我校正的表现。他的成功与失败，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英国的缩影。自二战结束之后，英国一直在寻找新身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早已成为过去式，全球地位一落千丈。冷战时跟着美国混，冷战结束后想融进欧洲，但心底里又不甘心只当欧盟的一员。脱欧就是这种身份焦虑的集中爆发。那如今脱欧已经5年了，英国如愿以偿的变得更好了吗？恐怕并没有。在约翰逊之后，英国又在短时间内接连换了2位首相，但无论是谁上台，经济增长乏力、物价上涨、社会分裂、国际影响力下降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